你们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在太空中拍摄的照片和视频都没有星星？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太空中看不到星星呢？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巴兹·奥尔德林站在美国国旗旁边，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所以没有任何东西来散射太阳光，而且你会注意到，月球表面和宇航员的太空服都非常反光。拍摄这张照片的尼尔·阿姆斯特朗必须调整相机曝光，让最亮的宇航服和月球表面不过曝，而这就导致较暗的部分，比如月球登陆器和夜空，看起来几乎是全黑的。如果他将相机对星空进行曝光，那整张照片就会变成下面这种效果，几乎一片惨白。想同时拍下宇航员和星星，他们必须使用不同曝光的2张照片合成，还需要用上三脚架，但他们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设备负重能力去做这些操作。那么为什么视频里也看不到星星？其实相比照片，在视频中捕捉微弱星光要更难。无论是1969年还是1984年的摄像机，在太空中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宇航员布鲁斯·麦克坎德雷斯，他测试了一种名叫载人机动装置的喷气背包。这种氮气推进的装置可以让宇航员自由漂浮进行太空行走。当他飘离航天飞机大约100米时，拍摄到的还是只有漆黑的背景。原因和刚才一样，画面中最亮的物体仍然是宇航员和飞船，而相机必须为它们曝光。这意味着背景中的星星光线太弱，不足以被捕捉到。而且要记住，宇航员拍照的目的并不是拍摄宇宙的美景，而是记录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设备的运作。所以无法看到星星是有原因的。但这还没解释另一个大问题，肉眼看也看不到星星，这怎么说得通？正如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所回忆 We were never able to see stars from the lunar surface or on the daylight side of the moon by eye without looking through the optics. It's an unfathomable blackness, like texture you feel like you could stick your hand into. It was black, but it had sort of a velvet sheen. The sky is deep black when viewed from the moon, as it is when viewed from cislunar space, the space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The Earth is the only visible object other than the sun that can be seen. 这就奇怪了，没有大气层阻挡，按理说在月球上看到星星的条件应该是最理想的，却什么都看不到。正是这些说法引发了公众对登月真实性的质疑，也成了登月造假阴谋论的火种之一。但其实他们确实看到过星星，只不过是在月球登陆器的阴影里。当他们站在阴影中，眼睛适应黑暗几分钟后，浩瀚星海才慢慢显现出来。这个现象并不复杂，你在地球上也能体验到。只要走进一个黑屋子，等眼睛适应黑暗，然后打开手机手电筒，你会发现除了灯光之外，整个房间又变得一片黑暗。这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会自动对最亮的光源进行曝光，其他暗部就被抑制了。同样的，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当他们处于阳光照耀的地球一侧，站在充满灯光的国际空间站内部，他们的瞳孔缩小，看不到星星。但当空间站进入地球的夜侧，躲开所有光源时，他们才能欣赏到令人震撼的星空。所以，你在太空中所在的位置、看的方向，以及受到多少光的影响，都会决定你能不能看见星星。最好的方式仍然是用专业望远镜，它们能稳定对准一个方向，长时间曝光，捕捉尽可能多的星光，才有我们看到的那些美轮美奂的星系照片。而对于手持相机或人眼来说，我们始终受限于技术和生理。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太空旅行真正普及，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自环绕地球，抵达太空的暗面，亲眼见到那片令人一生难忘的宇宙星海。